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公司上市了，作为老总，我的生日宴也办得格外隆重。宴会厅里，我正和老公陈飞一起接受众人的敬酒。女儿陈月突然拉着她闺蜜白芊芊走到了台上，感谢大家来参加秦雯女士的生日宴。在这里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陈月转头看向身边的白芊芊，白芊芊鼓励地对她点了点头。我以为女儿要感谢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可她一开口就让我僵在了当场。首先，我要和秦雯女士断绝母女关系，请大家做个见证。台下顿时一片哗然。其次，我希望爸爸能娶芊芊的妈妈为妻，白姨做我妈妈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我不敢置信地盯着女儿，愤怒让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。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这些年为了她，我拼了命似的赚钱，就怕她在学校被人瞧不起。现在她要跟我断绝关系，还要她爸娶别的女人。小月，你胡说什么？赶紧下来！陈飞尴尬地冲着台上喊去，却转头和白河对视了一眼。陈月听话地跳下台，跑过去拉住陈飞的手，就和白河的手放在了一起。小月，你不可以这样！白河红着脸拒绝，手却附在陈飞的手背上，没有拿开。而陈飞也出乎我意料，他没有拒绝。陈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相爱的人就应该在一起。秦雯，你不是爱钱吗？那就跟钱过去吧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嘶哑。我赚的钱难道不是给你花的？有亲友看不过去，质问道：小月，你身上穿的名牌，手里拿的新款手机，都是你妈辛苦赚来的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怎么做出这种事情？陈月咬了咬牙，吼道：我让她出去赚钱了吗？我乃说了，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她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出去抛头露面，这样的女人不配做我们陈家的媳妇。她根本不就爱我，她心里只有钱。既然她做不到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，那自然有别人愿意做。我们家不要她。生陈月时，我大出血，医生说我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孩子。重男轻女的婆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我断了他们老陈家的根。老公也不是很开心，可到底也没说什么。陈月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为了给她治病，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婆婆闹着要放弃，甚至不惜以死相逼。那样的情况下，我还没出月子，就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。陈月则拜托给婆婆照顾，我每个月把一大半的工资上交给婆婆，她才勉为其难地答应。因为我给的钱足够多，婆婆也没有苛待女儿，这已经让我很感激了。我用剩下的钱一点点创业，终于建起了自己的公司，让一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。可没想到，婆婆背地里给女儿灌输女人应该相夫教子，有儿子才是一个女人的根本，这种封建教条。甚至还跟陈月说，我赚钱是因为我爱钱，为了孩子，只不过是我找的借口罢了。久而久之，陈月真的相信了，而老公陈飞确实被我忽略了很久。我甚至不知道白河母女是什么时候搬到隔壁的，更不清楚陈飞是什么时候动了别样的心思。可我对自己的女儿，那是掏心掏肺的疼爱。我不爱你，会没日没夜的工作；我不爱你，会为了陪客户喝到胃出血。你现在哪件东西不是我给你买的？你但凡有点良心，都不会说出这种话。我怒极，一巴掌扇在陈月脸上。秦雯，你干什么？小月虽然有错，但你也不至于当众打她呀。陈飞跳了起来，挡在陈月身前，一副护犊子的模样。是啊，秦姐，月月还小呢，她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有什么错？
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白河走过去摸了摸陈月的脸，对自己的孩子都能下这么狠的手，我可怜的月月啊，小脸都肿了呢。陈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委屈地抱着白河不放手。一旁的白芊芊也立刻跑过来安慰月月：“你别哭，我让妈妈给你上药。”好啊，好得很，合着他们才是一家人，而我是个破坏他们家庭的恶妇。我辛辛苦苦为这个家付出，别人一两句话就能把你给感动。我还没说完，陈月就抬起头，红着眼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一两句话？我奶奶生病的时候你在哪？我开家长会的时候你在哪？我大晚上从补习班出来的时候你又在哪？你除了问我成绩如何，还问过什么？你关心过我的身体吗？你知道我在学校差点被人欺负吗？你能说出我的生理期是哪天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钱。”我沉默了，我确实不知道，我不是圣人，没办法一边赚钱还要一边兼顾家庭。可我那么努力，就是为了陈月呀。陈月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她吃到了梦寐以求的肯德基，她穿上了和别人一样的漂亮裙子，她用上了一般人都买不起的昂贵手机。我为她创造出了优渥的生活，可我也错过了她的成长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向她道歉：“孩子，没有给你陪伴是妈妈的错，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妈妈的全部。”陈月冷笑一声：“呵，怎么？你现在后悔了？晚了，晚了，我不要你了，爸爸也不要你了。你抱着你的钱滚出我们家，白衣嫁进来，说不定还能给爸爸生个小弟弟呢。”听到陈月的话，白河的嘴角忍不住扬了起来，他的手不自觉地抚上了自己的小腹。我心头猛震，一股说不出的闷气淤积在胸口。白河的一切小动作都在告诉我，他已经和陈飞有过了，甚至还怀上了陈飞的孩子。我再转头看向陈月，他决绝的眼神让我心下一片酸涩。贫困没有压垮我，欺凌没有折服我，可女儿的几句话差点让我溃不成军，曾经的精神支柱，现在重重地砸在了我的身上。陈飞，你说呢？陈飞心虚地避开了我的眼睛。晴雯，要不我们就先离婚吧，就先离婚。他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你确定？是，白河已经坏了我的孩子，很可能是个男孩。男孩，原来他心里也想要个儿子。他以前的那些宽慰都是假的。宾客里有和我熟识的好友，他们都知道我一步步挺过来有多艰辛。他们纷纷指责起陈飞和知三当三的白河，狗男女脸色铁青，正要反驳，陈月却像条疯狗似的对着众人怒骂：“你们这群狗东西，凭什么骂我爸？那女人给你们多少钱？你们这么向着她？你们都是和晴雯一样不知廉耻的垃圾！”我震惊，这是我的女儿啊！她现在骂人的样子，和她奶奶当初满地打滚要放弃她时一模一样。够了，都别闹了！晴雯，离婚！我要跟你离婚！陈飞护着白河，对我怒目而视。对，爸爸，快和这臭女人离婚！她不配做我妈妈，我要白衣做我妈妈。臭女人，我不配，我心死如灰。好，离婚，我走，你们不要后悔。那天的宴会也在尴尬中结束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开始找人调查白河。这是我的家庭，我的老公，我的孩子，凭什么让别的女人鸠占鹊巢？就在我整理私家侦探发来的邮件时，白河突然跑到公司来找我。他一见到我就跪了下来，眼泪汪汪地求我：“秦姐，都是我的错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马上离开陈飞，只求你让我生下这个孩子吧。”他跪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，引来了不少员工驻足议论。我的心里满是愤怒，真想当场撕了他。可理智告诉我，
必须把他拉起来。有什么事到我办公室谈。白河捂着肚子就要站起来，手伸向我的时候，突然猛地一甩，我往后退了2步，手背上被他的指甲刮出3道长长的血痕，可他却重重摔在了地上。白姨，小何，你没事吧？秦雯，你在干什么？怒吼声从我身后响起，不用转头我也知道是陈月和陈飞。我的眼神冷了下来，死死盯着白河。陈月首先奔了过去，一把抱住白河。白姨还担心这个贱人伤心难过，你看他哪有难过的样子？他还推你，他这是想把小弟弟弄掉。白姨，你不要同情这个冷血无情的混蛋。白河伏在陈月的肩膀上不说话，只是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，仿佛他才是那个受尽委屈的人。陈飞也冲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就给了我一个耳光。秦雯，我以前只觉得你拜金势利眼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恶毒。陈月一边安慰白河，一边看向我，那带着恨意的眼神让我心头一颤。你不是我妈妈，她才是我妈妈。你再敢碰我妈妈，我就跟你拼了。我捂着脸，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我的女儿说我是贱人，我的老公为了别的女人打我，周围看好戏的人弯着嘴角。我受的委屈，没人在意。这样的婚姻，我要来做什么？那就约个时间去民政局吧。我揉了揉发疼的脸，走向陈飞。谁也没料到我能这么轻易做出决定，就连正在哭泣的白河都忘记了表演，抬起头惊讶地盯着我看。他以为我会胡搅蛮缠，死皮赖脸求着他们不要离婚吗？陈飞最先反应过来，他嗤笑了一声：“啊，你其实早就想离婚了是吧？你从大学时就瞧不起我，婚后更是拿赚钱当借口，在外面野了这么多年，说不定早就和哪个男人搞在了一起。”啪！我抡起巴掌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扇了过去，巨大的力道让陈飞的身子一歪，整个人砸到了白河旁边。我和陈飞是大学情侣，我没有嫌弃他家境不好，没有嫌弃他不给彩礼，甚至为了他那可笑自尊心，放弃了保研的机会。可在他口中，我竟是如此的下作。原来我从未看清过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。啊，你居然敢打我爸！你这该死的女人！陈月立刻放开白河，发疯似的向我冲了过来。她是年轻，可我送过外卖，扛过钢筋，哪怕已经40出头，也不是整日待在课桌前的女孩能比的。我一把推开了陈月，但到底不愿意伤害她，力道放轻了不少。可她丝毫没有顾及我，挥舞着2只手就朝着我的脸抓过来。好在保安及时赶到，压制住了陈月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去民政局？我没理挣扎谩骂的陈月，转头问陈飞：“去，当然去。”他看我的眼睛都在喷火，像是要将我千刀万剐。不过我要弄清楚，你名下到底有多少财产，还有这家公司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哪怕在你名下，你也别想私吞。陈飞摸了摸被打肿的脸，愤怒道：“你一个女人，什么都不懂，突然就能建立起这么大的公司？你自己说没有猫腻，谁信啊？你赚那点钱，脏得很。你想分我的钱，真可笑。我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凭什么给你呢？你嘴上说着我赚的钱脏，现在又舔着脸想要分割。陈飞，你真特么恶心呐！哼，你不用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这公司本来就是咱们婚后成立的，自然有我的一半。什么你赚的钱？我是在花我自己的钱。陈飞扶着白河站起来。至于小月的抚养费，1200万你一次性付清吧，要不每个月就给他10万。我都被气笑了。1200万，他的口气跟说12块钱似的，仿佛这1200万是天上随意掉下来的。
你在说什么梦话？1200万？你太爷爷过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票子吧？至于陈月，他满18岁了，已经成年了，他愿意跟你们，那你们就带走他。这个女儿，我全当没有生过，我不要他的臭钱，让他滚，让他滚！陈月尖叫，他没想到我会说不要他，被自己嫌弃的母亲抛弃，对他来说可能是件特别难堪的事情。女儿不爱你，你居然不反省自己，反而不要他，你别忘了，你这辈子只能有这么一个孩子，不要他，等你老了就是孤家寡人，你还是赶紧给钱吧。日后也有个给你养老送终的人，养老送终，就这个白眼狼的女儿，她能给我养老送终。白河这时也一手挽着陈飞的胳膊，一手抚着肚子，满脸关切地对我说：“秦姐，你不要任性，飞哥也是为你好，没有小月，你可就要孤独终老了。不像我，除了芊芊，还有肚子里这个，我恼了。你闭嘴吧！一个不要脸的小三还敢跳出来！听说你是个惯三，上一次被人家原配打得住了院，这才多久就忘了？”白河没想到我能知道他的底细，脸色顿时一变，他的眼珠子转了几下，立刻坐到地上，开始捂脸哭泣起来。还别说，这招对付那父女俩真好用。你胡说！你嫉妒我妈妈怀着孩子，你嫉妒大家都喜欢她，你嫉妒我和爸爸不要你，你就是嫉妒。陈月叫他妈妈了，我心里一阵刀绞般疼痛。小何句句都是关心你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还骂人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再清楚不过，倒是你，秦雯，哼，恶毒又恶心的女人，我真后悔当初娶了你。你还怪我出轨，要不是你不顾家，我能出轨吗？陈飞撸起袖子，那样子像是要冲过来揍我，可看到我身边站着的2个高大的保安，又往后退了2步。他转头对白河说：“要不是你拉我，我今天高低的教训教训这个贱人。”我冷冷地看着色厉内荏的陈飞，没想到他的演技还不错，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。养老送终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我没了老公，没了女儿，但是我有钱啊，只要有钱，还怕没人给我养老送终吗？我让保安把他们请了出去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捂着脸哭了许久。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，喊别人妈妈，是我不想陪在他身边吗？我不想参与他的成长吗？可他当初病得那样重，他亲爱的爸爸都点头放弃了呀，说我爱钱如命，说我冷血无情。可这家里哪一样不需要钱？我差点拼坏了身体，却没有半个人心疼我。而那个女人只说了2句好听话，就能把他们哄得团团转。他们都要跟那个女人走，那就走吧，我也没必要强求了。什么亲情爱情都断了吧。下定决心后，我就开始着手转移资产。我拼命工作，陈飞没有出过一份力。起初他根本不信我能赚钱，更不信我能建起公司。等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他又打算参与进来。我当时高兴坏了，以为我们终于可以互相扶持，哪想到刚1个星期，他搞丢了3个客户，其中1个更是直言，像陈飞这样的傻帽根本不配做副总，有陈飞在，公司就别想再跟他签约。我还没怪陈飞自作主张呢，陈飞就先把我埋怨了一顿。他说我给他安排的工作低3下4，说我存心让他丢人，然后他就甩脸走人，再也没管公司任何事情，除了跟我要钱，现在要离婚了。他害怕我把钱全部拿走，还想把他出轨的原因归结在我身上。人长得丑，想的倒是美，爱情没了，亲情没了，我唯一能守住的恐怕只有钱了。既然他们说我爱钱，我能多给他1分钱。我秦雯的名字倒着写，
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白河能不能一边赚钱，一边照顾好他们父女二人。白河除了肚子里那个，自己可还有个女儿呢。他会为了别人生的孩子而亏待自己的？我不信。资产自然不是那么好转移的，但好在我还有几个靠得住的生意伙伴。我倒是小看了陈飞要离婚的决心。隔天，陈飞带着陈月就来公司找我，手里拿着拟定好的离婚协议书。我草草地看了眼协议书，上面写着房子、车子以及我们的全部存款都归陈飞所有，另外还要公司80%的股份。我笑了，这次一点都没生气。一个出轨的过错方，还想拿走这么多，脑子坏掉了吧？你觉得我会同意？我把协议书丢在陈飞脚下，他冷哼：我咨询过律师了，你出轨在先，又不顾家庭，我只是伤心过度才做出那种事情。你的过错更大，财产自然要少分。证据呢？他急了。我说你出轨，你就是出轨，你别以为自己隐瞒得很好，你等我抓出那个奸夫来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我没理他，转头看向陈月：你呢？你要什么？陈月这次见我，似乎冷静了不少，可他眼里的鄙夷更深。看来陈飞说我出轨的话，他是半点都没有怀疑。他开口跟我要大学4年的学费、生活费，还说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营养费1个月至少5万。这不会是你那个白妈妈给你出的主意吧？你到底给不给？不给我可再也不认你这个妈妈了。他不停跺脚，明显排斥与我好好说话，但又不得不为了钱尽量忍耐，这让他很烦躁。你不是早就不认我这个妈妈了吗？你到底给不给？他冲我吼道。想离婚可没那么容易，我准备先晾着他们一阵子，现在着急的可不是我，有人的肚子等不及了。我说自己要出差，陈飞若是想要和平离婚的话，得等我回来再说。当然，如果等不及，就去法院起诉吧。能让我签字，陈飞肯定不会想要起诉，毕竟他没有我所谓的出轨证据，而他婚内出轨，甚至连孩子都有了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行，你别想转移财产，我会天天来公司盯着。他恶狠狠地说完，就带着陈月离开了。当晚我就给白河发了消息，作为女儿好闺蜜的妈妈，我甚至还把她的微信置了顶。我先是发了几张她以前的照片，然后说自己找人调查过她，发现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白河笑得很大声，然后把她的孕检单发给了我。晴雯，打脸吗？我可是真的怀孕了，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。飞哥回来都跟我说过了，你这么拖着也没意思，不如早点把字签了。我让飞哥多给你10万块钱的补偿，10万块就想打发我，他是没见过钱吗？还用我的钱补偿我，真好笑。我将孕检报告保存好，有孩子又怎么样？你怎么保证这孩子是陈飞的？你可是给别人做过小三的女人，你能干净到哪里去？陈飞要是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，我刚把语音发过去，就被一连串酒店的开房记录刷屏了。看来当真是早有准备啊！他得意又高傲的叫嚣，完全没了当初白莲花的娇弱模样。你能查到我又怎么样？我早就防着你这手了。小三怎么了？上一个女人仗着自己是原配，大街上揪我的头发，还不是被我送进看守所关了5天，最后照样和她老公离婚，灰溜溜躲回老家去了。这条消息发出来不到10秒，立刻被撤回了。她的速度是很快，但我早有准备录了下来。哎呀，秦姐你不知道，月月她可乖了。我孕吐不想吃东西，她亲自跑到厨房给我做汤面吃呢。秦姐，你吃过月月亲手做的面条吗？味道可真不错呢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我确实没有吃过陈月做的面，
我深吸一口气，要的东西到手了。我努力不去理会他的挑衅，开始收拾东西。第二天我就飞往海南，临走前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允许陈飞等任何人进入公司。下飞机后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仅陈月可见。我承认自己很不甘心，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唯一的孩子，哪能说舍弃就舍弃？我和陈飞离定了，但是陈月如果愿意道歉，回心转意跟着我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还和以前一样宠着她。我想看看她的选择，也逼自己做出决定。海南的空气真好，不像有的人只能窝在家里坐月子。男人再喜欢又如何？孩子才是他真正关心的。发出去2个小时不到，陈月的朋友圈就晒出了他们一家4口的合照，然后配文说，一家人要去杭州度假，看西湖美景。爸爸听说心情舒畅，对妈妈和弟弟都好，就赶紧备车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某个人真是坏透了，还想挑拨我爸爸妈妈的感情，祝你死在外面，秦女士。随后陈飞、白河，甚至白芊芊都发了要出游的朋友圈。谢谢你，我的女儿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女儿了。我抹了把脸上的泪水，打电话辞退了家里的保姆，停掉了那个家一切的资金来源，希望他们能玩得开心。我关掉手机，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美美睡了一觉。自从我嫁给陈飞后，还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呢。早上醒来就看微信99+，以及数不清的未接来电。陈飞从质问我为什么停了他的卡，限我5分钟之内给他开通，在得不到回复后，就开始辱骂我。他的词汇实在贫瘠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词，到最后只能威胁我，离婚后1分钱也不会让我拿到。再看陈月的消息，和他爸的没什么区别，只是骂得更难听而已。白河比我想象的冷静，只有一条消息，嘲笑我只会耍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，说他和陈飞情比金坚，想让他退缩那是做梦。让我意外的倒是白芊芊，她给我发了2张陈月的照片和一段语音，一张是陈月涨红了脸，气愤地站在酒店门口，工作人员摆手不让进；另一张是陈月摔坏了什么东西，店家拉着她似乎在要赔偿。白芊芊在语音里说，秦阿姨，月月其实很可怜，她非常羡慕我有个能陪在身边的妈妈，可你总是很忙。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知道你停了她的卡，难过极了。我知道您很辛苦，其实月月也知道，她只是不会表达。等回家了，月月一定会跟您道歉。哎，我原本是很看不起白河的，却没想到她比我会养女儿。若不是不小心点开了陈月的消息，我差点就信了白芊芊的话。陈月，老天爷真是不长眼，给我托生到你的肚子里，早知道有你这样的妈，我死活都不能让自己生下来。我扑哧一下笑了，说得真好，希望他能一直硬气下去。我打电话去公司，让人立刻上门，把记在我名下的3辆豪车全部开回公司。我继续在海南躺平，整整半个月没动过地方。我不接电话，也不回微信，只是偶尔跟公司联系一下。听说陈飞带着陈月去公司好几趟，都被保安拦在了门外，他们甚至报了警。可是公司不在他们名下，警察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告诉他们，如果有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。再看陈月的朋友圈，抱怨杭州度假没成功，骂我恶毒，说他订了半年才到货的爱马仕包包没钱付款，骂我卑鄙，最后称自己的车被人偷了，只能走路去上学，要报警。半夜还有人生感悟，没有人会爱你一辈子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
包括那个说永远爱你的亲妈。他这时候想起我是他亲妈了。突然，他朋友圈断更了好几天，我正纳闷是不是把我屏蔽了。一个备注陈悦大学教授的微信，申请加我好友。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陈悦红着眼，一巴掌将白芊芊扇倒在地。他吼道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蹄子，居然勾引我男朋友！你也配？你妈就是个小三，你女承母业，也喜欢抢别人的男人，真是臭不要脸！”陈悦还想施暴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狠狠将他推开，把白芊芊拉起来护在身后。他愤怒地瞪着陈悦：“你是什么大小姐，在学校还叫人端茶递水？”白芊芊从男生背后探出头，嘴角轻轻弯起。我按了一下暂停，仔细观察白芊芊的表情，确实是在笑，一个非常隐晦的得意的笑。这个像陈悦影子一样的女孩，终于露出了和她母亲一样的神色。陈悦在众人的围观下狼狈极了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男生：“你说你想要限量款球鞋，我凌晨跑去排队给你买。你说你不喜欢吃食堂的饭菜，我每天给你叫外卖，甚至你整个寝室的午餐我都包了。哪次出去玩不是我出钱出力，我付出那么多，你看不见吗？”男生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：“付出？拿钱羞辱我也叫付出？我生病的时候是芊芊照顾我，我摔伤时是芊芊陪我去医院，我成绩下降也是芊芊给我补课。这些时候你在哪？你在和你闺蜜泡酒吧，我要的是陪伴，谁稀罕你的臭钱？”陈悦愣住了，臭钱陪伴？他的嘴唇颤抖起来，张张合合好半天，到最后也没能吐出来那个词。我知道那是妈妈。视频到此结束了，我叹了口气，不知他心里是否有一丝后悔。因为陈悦打人，被学校记了大过，教授希望我这个家长能出面道歉。我没有隐瞒，很直接地告诉他，我正在和丈夫协商离婚事宜，以后有关陈悦的任何事情，请直接找他爸陈飞。教授沉默了一下，告诉了我一个相当震撼的事情。他说陈飞已经不管陈悦了。3天前，陈悦将他的后妈推倒在地，肚子里5个月大的孩子差点流产，父女俩因此反目成仇。陈飞1分钱也没再给过陈悦，并说明以后也不会管他死活。现在陈悦搬去了学校宿舍住，这次换我沉默了。我知道白河会出手，但没想到这么快，他肚子里那个太子还没出生呢，怎么敢现在动陈悦？很快我就知道了原因。看着婆婆吴娟的来电显示，我选择了接通。晴雯，你要和小飞离婚？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现在离婚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你们结婚多少年了？不要置气，他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你说小飞不好，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难道你没有错吗？赶紧回来给小飞道个歉，日子还得往下过。一个女人而已，生了孩子就让她滚蛋，她压根就没觉得自己的儿子有错。怎么，陈飞不想离婚了？我从他的话里捕捉到一个信息，他当然不想离婚嘛，他跟那个女人就是玩玩而已。你快回来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谈。吴娟很少对我这么客气，除了我给她钱的时候，她这突然的心虚让我怀疑了起来。想不离婚也可以，让陈飞、陈悦跪下来给我道歉，让白河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也就这一次。如果不同意，下次他们就是想跪下求我，我也绝不可能回头。小贱人，你想打掉我的乖孙？你一个生不出儿子的贱货，还想让我儿子下跪？我平静地听着吴娟破口大骂，甚至还有心情洗了颗苹果，慢慢啃。我太了解她了，只有等她骂累了，我才听到有用的东西。
吴娟终于骂累了，开说讲述重点。原来陈飞大手大脚惯了，我停了他的卡后，他的习惯依旧不改，隔三差五跟朋友去豪华酒店吃喝。我曾给他的会员卡里存了30万，这点饭钱他没当回事，10天就花出去了1多半。正巧赶上白芊芊过生日，陈飞想着白河要给他生儿子，自己也不能亏待了这个妓女，于是给白芊芊办了个豪华的生日宴。这也是陈月和陈飞闹翻的导火索。亲爸还没给自己办过这么隆重的生日宴呢，一个穷酸的外来户，凭什么得到重视？陈月被惯坏了，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指着白芊芊就骂。白河赶忙去阻止，被愤怒失去理智的陈月推倒在地，陈飞也因此发飙。最重要的是，推搡期间砸坏了人家酒店的门面，青瓷大花瓶。吴娟不懂，咬着牙说是对方酒店敲诈勒索，哪有花瓶2000多万，还找什么专家鉴定？他们肯定是一伙的骗子，你赶紧回来把小飞的房子赎回来。我一惊，陈飞为了赔这花瓶，居然把我们的独栋别墅给卖了。他不是有那么多好兄弟吗？每个人借一点都够了，怎么还能沦落到卖房子？吴娟哼哼唧唧不回答。我倒是一下子明白了，那些所谓的好兄弟都是酒肉朋友。陈飞有钱时，他们也乐得奉承几句就有免费酒席吃，真出了事情，躲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借出钱来？房子卖了也好，他和白河睡过的房子我才不要，嫌脏，而且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下，私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。陈飞肯定是没想过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以为写了他的名字就是他一个人的嘛，笑话。现在陈飞一家搬出了别墅，住到了吴娟那里，2室1厅，对一个人住的吴娟来说宽敞极了。可再加上4个人，哪里有地方呢？陈月被赶出去也是理所当然，虽然花瓶是他爸打碎的，可都是因为他有妈生没妈养，你自己的闺女没管好，也是你的错，赶紧拿钱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，先让你看看我是怎么不客气的吧。陈飞收到法院传票的那天，暴跳如雷，因为我不单单起诉了离婚，还包括他重婚罪、私自出售夫妻共有房产，以及要求追回陈飞给小三白河的财物。开庭前有庭前调解，陈飞指着我的鼻子说要让我后悔，绝不接受调解。法庭上他却改变了策略，坚持双方感情没有破裂，不想离婚。他的辩护律师声情并茂地描述我们大学认识、相恋，一路走到结婚的美好感情。我拿出了陈飞出轨，以及白河在公司装作被我推倒，陈飞上前打我1巴掌的视频。我承认我出轨了，我没有忍住诱惑，是我不对，可就那么一次，我不会离婚的。陈飞的眼里带着心虚，极力想要法官驳回我的全部诉讼请求。我又递出了白河的怀孕报告和那一连串的开房记录。法官明显对这个满口谎言的男人产生了厌恶，而陈飞不敢置信地摇头：“你从哪里弄到的？这是假的，假的，这是你深爱的白河小姐亲自发给我的。”陈飞不信，查证过后，这些证据都是真的，这些只能证明当事人出轨，还不能构成重婚罪。陈飞的律师带着怒气看向自己的辩护人，陈飞恐怕没有跟他说实话，这让律师十分窝火。我继续递出了其他证据，包括他们出去旅游以夫妻相称，陈月喊白河妈妈，以及陈飞向邻居朋友介绍白河时说是他的妻子，白河怀着陈飞的孩子。陈飞能舍弃白河吗？哪怕他为了钱不想跟我离婚，
也要安抚好白河才行。他突然不想离婚了，白河知道吗？法官当庭给白河去了电话，问他与陈飞的关系。很显然，两个人私下里没对好口供。白河将陈飞卖了个底朝天。这个蠢女人，陈飞怒极，居然想上去抢夺法官的手机，被身后的法警一把按住。离婚就离婚，陈飞用手猛敲桌面，被法官怒斥才冷静下来。但是我要他净身出户。冷静后，他又提出新的条件。别说我和我的律师笑了，就连陈飞的辩护律师都被气笑了。你是过错方，还想叫对方净身出户？法官对陈飞的印象分都快成负数了，可陈飞毫无察觉，还自顾自地说：“当然，他不顾家庭，出去抛头露面，赚到的钱也没给家里多少，肯定在外面养了野男人，难道不应该净身出户吗？证据呢？”法官问。那倒没有，不过他独自去了海南半个多月，肯定是去和奸夫见面了。法官看向我，我拿出了海南酒店的监控视频以及前台记录。监控显示，我入住酒店期间半个月没有出过门，就连吃饭也是送进房间，而我的房间里除了我，没有人进来过。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合成的。他动不动打着加班的名义，半夜才回家，怎么可能半个月不出门？我不信。可查证的结果依然是支持我的。最后，在我递交了陈飞私自贩卖别墅的证据时，他拍案而起：“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卖？”他的辩护律师想拉他坐下，可拉了好几下他都不肯。律师彻底恼了，也不再说话，默默整理自己的卷宗。法官给陈飞来了一次现场普法。那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也有我的一半呢。房子又不能一半一半的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胡搅蛮缠的话，让在场所有人都笑了，绝不是善意的笑。陈先生，你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你真的不懂法吗？被人当场揭穿，让陈飞很难堪。他咬了咬牙，我也有为这个家付出，孩子都是我妈在带，他根本就没有管过孩子。现在带孩子的一方不是可以要求补偿吗？作为证人的陈月被叫上了法庭，他穿着几天没洗的衣服，拎着个破旧的帆布包，和曾经神采飞扬、满身名牌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泪水瞬间滑落，怎么擦也擦不干净。你告诉法官，你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是不是从小就不管你？都是我和你奶奶照顾你。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，现在还想分走咱们的财产。她呸！陈飞似乎忘记了，他才说过不管陈月的死活，胜券在握的等着陈月为他冲锋陷阵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奶奶和爸爸都要放弃治疗，妈妈为了赚钱给我治病，没办法才把我交给奶奶养活。我妈妈最开始打好几份工，我奶奶却问她要去一大半。我妈妈凭本事开了家公司，之后我爸就不愿意上班了，天天和朋友出去喝酒打牌，没钱就跟我妈要。我归我同学的妈妈搬到我家隔壁，我爸就看上她了。在我妈加班的晚上，他就偷偷去那女人屋里。我沉默地听着，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，心里丝毫没有波澜。陈月一边说一边哭。我爸为了那个小三，把我赶出家门。那个小三的女儿公开在学校造我的谣。我对不起妈妈，她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帮着别人欺负她，羞辱她。她最后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她说不出，可她爸差点蹦起来。是不是这个臭女人让你这么说的？她给了你多少钱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这个白眼狼！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，白眼狼！是啊，他们一家子都是这个品种呢。我没有因为陈月的道歉而原谅他，有些伤害也不是道歉就能抹平的。
但我还是给了陈月大学4年的学费，算是买断了我们的母子情分。至于生活费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法院判了离婚，陈飞被判重婚罪，有期徒刑10个月，缓期2年。至于财产，存款早就被他花得所剩无几。在我的操作下，公司账面上只有不到1000万，而陈飞卖掉的房子价值2500万。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一说，虽然作为过错方，陈飞依旧能分到400万以及一小部分股份。我很大度，陈飞需要补给我的卖房钱，我就当股票折价给他，但他婚内给白河的钱和买的东西，我必须要回来。开始陈飞还跟我拿桥，梗着脖子说他就是不拿能怎样。我立刻去申请了强制执行。白河挺着肚子，把几个奢侈品包包丢到我面前，几个二手包你也不放过，拿去换骨灰盒吧。我甩了甩手中的清单，两人的脸色变了。我给你们时间凑钱，不然你妈那套房子恐怕也保不住，毕竟那也是我买的。我转身准备上车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又走了回来。对了，我这里有点东西要给你。陈飞立刻扬起了下巴。晴雯，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，你用这种手段，无非就是想留下我。现在你成功了，我们可以复婚。不过钱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爱钱呢？我没回答，只是打开了手机录音。白河的声音传了出来：小三怎么了？上一个女人仗着自己是原配，大街上揪我的头发。陈飞的脸色越来越黑，映得白河的脸色也渐渐铁青。恭喜你可以上位了呢，白小三小姐。我潇洒离去，身后传来白河的尖叫哭泣，以及陈飞的叫骂声，不再关注陈飞一家。我全心全意投入到公司管理中，现在公司越做越大，我也越来越忙。我以为很长时间里都不会再听到关于陈飞和陈月的消息，可当我出差回到公司，助理向我汇报，陈飞这个星期几乎天天都来公司找我，昨天甚至还带上了陈月。他们又想玩什么把戏？我想了想，让助理拿来最近半年内陈家的消息。原来白河在1个月前生了个儿子，这本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可孩子是早产，刚出生就进了保温箱，医生断定他脑部发育有问题。吴娟不信，怒骂医院接生时把孩子给弄坏了，满地打滚，不依不饶，非要医院赔他一个健康的孙子。事情闹得很大，医院报了警，并且进行了全面检查，结果发现是陈飞有家族遗传病史。我的手微微发抖。20多年前的医疗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。陈月从小身体不好，全家都以为是我的过错，就连我也自责了18年。原来都是陈飞的原因。好在那时陈飞还年轻，身体也健康，陈月只是体弱多病。可现在的陈飞已经年过40，整日烟酒熬夜，又掏空了身体，小蝌蚪的质量下降的厉害。那个孩子真是可怜，但我也没什么可同情他的。这孩子一生下来就花了高额的医药费，后续治疗更是个无底洞。陈飞没有半分积蓄，从我成立公司，他就辞了工作，蹉跎了15、6年的时间，早与社会脱节。以前陈飞还总跟我说，他是全国重点大学毕业，只要想找工作，什么样的公司都会点头哈腰的请他去指导。可如今他信心满满投去简历，别说普通公司拒绝，就连月薪不到2000的保安岗位都不要他。这些日子都是吴娟用自己的钱补贴陈飞，这让爱财如命的吴娟哪里好受？她不好受，白河自然不会好受。吴娟整日在白河屋门口骂天骂地，说白河做小三得了报应，
才生出这么个脑子坏掉的崽子。吴娟坚持认为是白河的错，就是不信自己的儿子有问题。白河早就脱去了娇弱的伪装，冲进厨房拿着菜刀就砍，家里鸡飞狗跳。陈飞早早就躲了出去，可他也没地方躲。他那群所谓的铁哥们避他如蛇蝎，纷纷和他断了联系。直到3天前，白河再也受不了陈飞的漠视和吴娟的找茬辱骂，留下了那个脑瘫的孩子，带着白芊芊跑了。离开时还卷走了吴娟剩余不多的财物。吴娟大怒，嗷嗷叫着要去报警，刚走到楼梯口就摔了一跤，住进了医院。医院还是他大闹的那家医院，据说他现在除了眼珠子能动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外面下起了雨，我停下笔看向窗外，助理突然闯了进来，说公司门口跪着2个人，指明要见我，因为围观的不少，有损公司形象，请我移步楼下看看。我走到大厅，保安立刻躬身打开大门，隔着雨幕，我看到陈飞和陈月跪在泥泞的台阶下，冰冷的雨水浇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一阵阵瑟缩。陈飞和陈月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抬起头，我穿着定制的白色西装立于正门口，乌黑的秀发挽在头顶，一缕俏皮的头发打着旋儿垂在锁骨处。陈飞一见我就立刻爬了起来，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文文，是我不好，我错怪你了。我没想到白河那个贱人会那么恶毒，他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抛弃。我冷笑，抛弃孩子就是恶毒，那你也是一样的恶毒啊！你曾经就想抛弃生病的陈月，怎么忘了？他被哽个一下，又结结巴巴往下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他看我无动于衷，开始扇起自己嘴巴，除了你，这世上谁都靠不住，以前当真是我瞎了眼。文文，你看能不能？当然不能。我冷漠地挥了挥手，保安上前拦住还想靠近的陈飞。陈飞无奈，只好退回雨里。妈妈，对不起。陈月红着眼眶，狼狈地看着我。我是被白河骗了，被骗了才说出那种话的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妈，你原谅我吧。不愧是亲父女，连求原谅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是我太没有安全感。你每天早出晚归，回来累得倒头就睡，家长会不参加，学校活动你也不去，同学都说我是个没妈的孩子。我看到白河抱着白芊芊的时候，我好羡慕啊。奶奶又总是说你的坏话，是她挑拨离间，所以你就能忽视我那么多年的艰辛，忽视我对你的爱，甚至不在乎伤害我，也要给自己换个妈。我看着眼前已经比我还高半个脑袋的陈月，那个浑身滚烫，哭起来还没有小猫仔叫声大的孩子，长大了。你说是你奶奶挑拨离间，难道在我生日宴上给我难堪，也是你奶奶挑唆的？说我赚的钱不干不净，说我恶毒，让我死在外面，这些都是别人挑唆的。陈月，你可真是你爸的亲闺女，你们一样自私自利，一样贪婪卑鄙。你们一边贬低我，羞辱我，一边又花着我辛苦赚来的钱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被你们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我迈步向前走，助理撑着伞，将雨水隔断。与他们擦身而过时，我缓了脚步。我不欠你们任何人，从今往后，也请你们不要再进入我的视线。雨还在下，但总会有太阳出来的时候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